我说一个我的经历，应该是去年苏州民乐团在柏林爱乐做了一场演出，然后当时我因为之前在德国可能听比较多的是那种西方的交响乐，然后突然在爱乐的舞台上面听到的是民乐的这种曲目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到完全太不一样了，感觉民乐跟西方交响乐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就是民乐这一套也要继续发展下去呢？它的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我首先肯定它是要存在的，但是我们去提倡不同的这种体系存在，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没有想清楚。我觉得它首先是个受众，就是自然的过程。你别拿着中国民乐，你就讲在德国本土的民歌，和德国的交响乐，和贝多芬的作曲、莫扎特的作曲这一系列古典的和现在的音乐相比，你觉得这里面一定要做一个取舍，至少一个推崇的取舍啊！我不是说是不是在社会上灭掉他们。就如果说只是凭这个受众，有受众它才存在的话，那喜欢这些民间传统音乐的人越来越少，那慢慢它就消亡了。我就刚好想跟你讲这个问题。不是这个我观察到的是，反而在越来越多。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些年因为我们家孩子这边练武术什么原因，他们就老是要去表演，我给震撼到了。东边有一个世界公园，你们应该知道。对啊。以前我印象当中，我们中国搞很多文化，所谓的文化输出也好，干嘛，那大部分都是大使馆牵头钱，然后搞个地方场地，不管你说爱乐也好，什么地方，然后呢票很多时候要送给别人赠票，我们都甚至要有义务得拿一堆票给人到处送。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吗？我至少不敢多说，最少过去的2-3年啊，今年更不要说了。我在那儿看到，给我惊了。首先第一，我们中国的中秋节在一个德国的园子里面，他搞中秋节，然后呢来的呢基本上全是老外，对吧？因为中国人很少，对吧？中国就是家长参加孩子要参加个表演啥的，对吧？基本上然后很多一部分是我们中国孩子表演，这当中也有一些老外去也参加了这些社团，也去表演啊。最震撼的事情是什么？我一问主办方呢说是他们掏钱，然后他们除了这些就是属于民间组织表演以外，还有那种专业的，比如说每年不一样，像今年还是去年，反正请了一个蒙古的，反正挺厉害的，很专业，你知道吗？全是花钱，老外花钱请来的，就是你刚刚有点像你说的这个中国民族的这些东西啊。然后我们这边的社团，比如说汉服这些东西去表演，那个场面真的震撼啊！就那么多老外看的那个真的山呼海啸的那个鼓掌，完了以后烟火表演，灯光秀，而且我们几次都带着我们德国的朋友啊什么的，就是孩子也好，我们自己也好，老外也好，我觉得反正全部都是正向的。我们自己很自豪，孩子很震撼，老外也很震撼，觉得中国文化太牛逼了。然后我们跟他们说这玩意儿是我们的9牛1毛也不是，对吧？我们自己也很得意，真实情况就是这样。我想表达什么意思？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情况呢，有可能是，你比如说7年嘛，对吧？你再往前看，中国是有过一个很长的一个阶段。你不要说中国，就刚他说，老外这边的这些个所谓的我们说 classic 对，古典音乐嘛，他的受众到底有多少？也是很小众的。你要知道，柏林爱乐这些都是国家要贴钱给他们的，就跟我们中国说什么我们中国的京剧啊，什么国粹什么，国家也要给钱，这个很正常，每个国家都应该拿出一部分这个东西。但是我跟你讲，就现在我看到的中国的情况，很简单一个道理，你回想5年前或10年前，有没有听说过汉服这件事儿有没有就是那么火，对吧？为什么现在像他们这个时代，你们玩游戏对吧？什么米哈游什么东西，包括你看像今年最火的这个游戏黑神话悟空，对吧？为什么这些东西现在在强势的反弹？在我看来是一个规律一个经济规律，一个国家你文化、经济各种方面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开始自信的时候，以前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说我们想着发印一些什么中国的什么工艺品给人家老外，现在是我们看到是什么，像比如说故宫博物院搞什么文创，对吧？搞成爆款，对吧？什么李宁搞一个什么国潮的球鞋一个衣服，你懂没有？就是不一样，你知道，就是这种它真的是个自然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你刚才又回答你刚才那个多样性，我觉得
只要没有一个是人为的东西把一个东西灭掉，假如那个东西它自然而然的发生，它当然它自己也可以灭掉啊。它比如说它没有任何受众了，对吧？它消亡肯定有，每天我在这个世界上都发生。但是除此之外的其他的那些，你比如说你说的某一个具体的什么明月啊，什么东西，我相信你看见它能在这儿演出，除了也许背后有一些机构给他一些钱让他去弄，除了除此之外，一定也有一部分自然的原因。没有，我这是补充一下，这是我前2年这个意识到的，就是我出来以后慢慢意识到，因为我们国家一直在大力推广这个中国文化，就最典型的就是孔子学院，对吧？对。那么德国其实也有一个叫歌德学院嘛，北京也有，开了好多了吧。这2个是比较国家意志比较强的。还有一种就是，其实有个很典型的文化，你就发现日本的文化，漫画。我带孩子去书店，他爱看 manga 就是日本的漫画的音译嘛。然后你会发现书店里全是日本的漫画。是的，日本政府从来不推广这些漫画，就是日本不会把它作为我们日本文化书。还有就是日本的寿司也好，拉面也好，是这东西。然后你去杜塞那一条街全是日本的店，对吧？然后我后来意识到，就是说文化的成功其实背后就是商业的成功。就是只要一个东西能够赚钱，它的业务模式是成立的，它所负载的那个文化一定会快增。你像可口可乐，美国的文化，漫威，对吧？美国的英雄主义，挺好的，美国的这种东西，好莱坞的东西，美国的快餐文化，汉堡包、薯条走遍了全世界都赚钱，所以人们接受了美国的文化，它文化是其中的一个东西。他不会说为了卖文化去卖文化，他一定是卖别的一个东西。你比如说中国的风格的游戏，那以前也有很多中国风格游戏，但是都不成功。为什么？因为那不是个游戏，那是为了文化而做。对，它是一个文化切了一个游戏，而真正的是它是一个游戏，大家好玩，黑悟空好玩，真好玩，原神真好玩，大家愿意为它花钱。然后你中间的人，你是穿着中国的服装，还是穿着日本的服装，还是穿着这个德国人条顿骑士的服装，还是穿着这个罗马人的军服装，这个东西就是那个设计者，他可能是一个意大利人，他就把它变成罗马军团；他可能是个德国人，就变成条顿骑士；他可能是个日本人，就变成武士道；他是个中国人，那就是西游记。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就是你核心的你那个产品和服务，它的商业逻辑是对的，它能赚钱，而这个背后赚钱的本质是打动人作为本性的一些东西。我就要娱乐，我要休闲。比如说中国面馆，为什么现在的中国餐会越来越好吃？是因为老板真正做出了好吃的东西，然后大家的口味也在发生变化，然后他这个餐馆能盈利。只要这个餐馆能盈利，他就会开第2家，他就会开第3家。等到他开到第4家，像文成这样，就大家突然都觉得中国面条很好吃，所以中国面条哗就全来了，就全地开花。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意识到啊，除了意大利面，那么中国面也不错，是，而且中国面有那么多形态，那这个不就是中国的面食文化就在往外走？但是你说政府搞一个，说我们要搞一个中国面食文化博物馆，不是什么面食节，面食节，对吧？我上回去那个布达佩斯，在那儿我看见了他们那个国家匈牙利民族博物馆里面在搞，是国博搞的，在那儿搞了一个展，中国美食历史，弄了一个展，里面还有什么满汉全席，反正讲了一通美国的历史，确实有很多人看，但是跟普通老百姓有关系吗？没关系，对，他记不住的。就是你这个东西搞完以后，大家只是有这么一个展，去异邦文化，我去看一下，我去长长见识，就咱们也一样的。但是如果你不是真的家旁边就有一家中国餐馆，做的还挺好吃，还挺价廉物美，你也很接受的口味，你会说啊，中国美食真的是美食？不知道的，对吧？他只是看看你们还吃猪头呢，你们还吃鸡爪呢，他就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他觉得有点不能接受。但是 anyway， 就是我的想法就是真正的把文化传播到全世界的，一定首先是商业。德国也有文化，德国的工业文化，对吧？所以全世界的人都认为德国人是严谨的，因为他做的机器就他妈好。你说德国人真的在宣传我们德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不是，他就通过他的产品，通过他的商业，对吧？他通过他的汽车，通过他的机械，通过他的工业设备，所有这些东西告诉全世界，德国人是
是很靠谱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很严谨的民族。它首先商业成功，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解决你那个问题，就是有一些文化为什么会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些文化它所附身的，就它是毛，那个皮，就是它那个商业，它那个东西成功了，它扩张了，所以这个文化突然变得全世界上好像都知道了。就像黑悟空，最后国家文化局都出来说我们要站台黑悟空了。这个事儿是国家意志，不是，就是一个游戏公司想做一个好玩的游戏，花了很多钱，花了功夫。日本的这些文化 IP 做了好多年了，那马里奥啊、任天堂这种，对啊，火影忍者啊、海贼王，但它本质它那个游戏是好玩的，对，愿意玩。其实呢，这个里面的核心是两个，你刚才说那个商业成功啊，就是说一定程度是结果啊。你刚刚讲的那个东西更核心，刚刚讲的就是它一定要先好玩，对，它要好吃，对吧？它不是说我板起脸来，我再教你，哎，这是中国文化，对吧？这是我们怎么的5000年的什么东西，这个不重要。为什么冯骥他们花这么多年去打造这个游戏，对吧？他当年在腾讯的时候干过这些事情，对吧？因为商业的原因短视了，他不让他有这么多的时间投入进去，真正的好好的雕琢好这么一个东西，雕琢到别人一眼看上去就已经欲罢不能了。哇，这个里面展现出来的，比如说某个妖怪或者悟空的那个造型，已经让我感觉，对吧？或者 CG 已经让我感觉崩溃了，对吧？已经征服你了。包括你刚才说那个拉面馆也是，人那一口上去想，嘿，怎么跟我以前吃的中餐馆味儿都不一样？实际上他是老板用了心。真正的把咱们中国比较正宗的的味道搬过来，所以核心一定是你用心了，把真正最原汁原味的好的那个东西打动人的那个东西，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明月也是一样，它一定是打动人的那个东西，它才能有市场。如果我只是假模假样的跑出来说我来文化宣传，我来给你听一下唢呐，听一下这个琵琶，没有我们真正那个，比如说《梁祝》里面，对吧？一些很经典的那些东西。出来的话，他打动不了别人，打动不了别人就谈不了什么商业成功，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刚才你讲说，比如说日本，对吧？日本的动漫，我自己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一个规则，就是慕强，就是文化它一定也存在强弱，它背后是你国力的强弱。日本为什么当年日本它的漫画不是起源于它什么在二战刚战败或者打二战的时候，它也是起源于他们后面那个蒸蒸日上的那个繁华的那个时期。那么他们国内有这种需求，首先从他们国内开始，对吧？然后他的那些漫画家在那天马行空的想各种各样的这些话，不管从小的时候什么铁皮阿童木啊，什么那些很早期的，然后一点一点发展到今天的这种状态。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以前也有很多好的东西？京剧啊，什么这些国粹都在的，对吧？为什么以前没人那么关注？包括不要说老外啊，就包括我们自己人都没有那么喜欢他在走一个下坡路，对吧？比如说这个下坡路都到在你的这个印象当中，甚至都觉得，哎，这玩意儿是不是应该洗，对吧？它有什么存在的必要？都有这种疑问了。其实那个大背景我们还不够强。我们早些年来中国来德国的时候，我们肯定还经常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别人看你的东西 Made in China， 对吧？还要跟你两人，对吧？说一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话。现在我相信越来越少有人会再傻乎乎的提这个话题了。现在大疆，对吧？原汁原味，现在比亚迪或者什么东西，它就是这样的。那你强起来了，别人就有兴趣要了解你啊！不光是德国人，全世界都有兴趣了解你，非洲人也有兴趣了解你。为什么中国这么些年这么快速起来了？他就想去知道你这个事情。我觉得这背后的 mentality。不应该是强，而应该是富，因为强是一种对权力的追逐，富的意思就是我让每个人生活得更好。有钱强的意思，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被曲解。又回到了那个秦国的那个论述里，就是变成一个天下普心者久矣的这个状态。那个就是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其实分不清楚，他不太区隔我们语言里的一些陷阱。就是我们有的字眼啊，就比如说这个强的字眼，就是中国要强起来，中国要崛起，这背后其实当然是一种非常自信的文化心态，但是它背后其实我们的潜意识里被偷换了概念，就是我们到底是要一个强的权，还是要一个强的国？那既要也要的嘛，既要也要是目前的。其实我觉得中国人有一种弱的心态，是长期被历史培训的，因为中国人对历史的这种信仰，或者是中国人对历史的这个
重视，然后它变成我们的核心价值之一，它从而也培养因为我们的屈辱的历史啊，就是我们那个弱者的历史，然后我们造成了我们现在对于强的一种过分有强调，完全有可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而且我看了很多古典的文学，我也佩服苏东坡啊这些人，我不觉得就是说我比外国人差在哪儿去了。我们不比他们差，当然不比他们差。我这个是中国文化的身份，但是有很多，我相信有很多人就是他是这样想的，他觉得他应该被一个外国人夸。知乎上会有这样的问题，他说，假如一个米其林3星的大厨吃遍了中国的美食，他会不会羞愧的无地自容？就是这样的问题，这不是神经病吗？他的背后问题就是中国美食之牛逼，连就是你们没有意识到啊。但这个背后呢，其实是一种弱的心态，就是你夸我，我才高兴。对，他没有意识到不一样。这个多样性的问题，其实我自己有一点点思考，就是我之前是学生物的，所以我会把这个问题用那个生物遗传来做一个打个比方，就是为什么这个社会要提倡多样性？因为生物的多样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有各种不同的性状，各种不同的优秀的基因，如果这些基因可以就是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结合，就是像文化当中有相互碰撞，有了交融的部分，那可能是会产生出一个更好的文化，完全有更强有力的文化，这样。所以我是这么考虑的，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民乐的那套它是必须要存在的，它是作为一个音乐里面的这个多样性的一个体现，它跟西方的交响乐之间有可以进行取长补短的这个部分。它就算不跟它一定要取长补短，就它本身存在这件事儿本身，它也有它的意义，一定它有它的意义。就像比如说兔子，它不一定非要跟狮子去交配，然后生出来某一个我们不知道性状的东西，它就作为一个兔子这个兔种继续延续下去，在这个自然界里，它就有它的一个生态位。你刚才不是讲了基因这个东西吗？我说不就是道法自然吗？因为自然就是这么多样的，没有说这个地球上面只能有花岗岩，不能有玄武岩，或者说只能有哪种树，不能有另外一种草，它有它自己的存在的价值。我的观点就是你要看时间的尺度，因为物种也不一直是多样性的，物种大爆发突然多了很多，然后突然就会消亡，就是这个尺度超越了我们在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在某一个阶段可能生物种非常繁华，但也可能我们处在一个阶段，它就是物种会不由自主减少。所以你真的说，你说大熊猫的继续存在与否，对于整个物种来讲是好是坏，没有好坏，它只不过我们人类想要它多一个而已。所以我其实不太认为就是说生物多样性是好的还是不好，就是这是规律。这个规律可能这个一场灾难来，地球上灭的只剩下一个物种了，但是它还会由这个物种再衍生出新的。就是你看地球从三叶虫开始到现在为止，它不是说生物一直在变多，它中间有灭绝，有少，有很多，这是它达到一个平衡。它可能没有平衡，它的平衡可能就是多少，这就是它的平衡。像经济一样。然后说到文化，我觉得文化趋多元化，这个是因为人这个不停的在迁移。我们到了德国来，然后你会看到有一些东西是原来就有的，有些东西是原来没有的，然后原来有的东西我们今天人可能不太喜欢了，然后就慢慢的，你就比如说交响乐这个事情，我这儿虽然不多，但我也听了大概4-5场这种传统交响乐啊。然后我就发现啊，这里面一半以上的都是白发中老年，他头发变白了，那不是说他本来银发，就是他头发就是变白了。肯定是年轻人是偏大的，年轻人还是喜欢听蹦迪。我们家孩子去带他听，真的睡着。他就确实不喜欢，那怎么办？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怎么做？但是呢，他就会有需求。我还真的在那个原神里面听到了，我觉得很好听的。对，他的配乐都是很精致的。对，我再举个例子，《Harry Potter》里面的音乐也都是哈利波特音乐会。还有那个，比如说去年吧，今年就是迪士尼100周年嘛，不也有音乐会嘛？还有然后哈利波特音乐会也很贵的，也很贵。还有宫崎骏的。
是这样。你看这些东西，它特点其实它就是做到足够好，那个观众他自发他喜欢嘛，对吧？就是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功，资本主义的成功，一切其实还是社会的消费需求决定了一个东西能够长远，否则的话就只能最后保留的方式就进博物馆。今天不会有人，哪怕再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也不会去天天穿着长袍马褂。你刚才那个观点就是一个文化要传播出去，它首先要它的这个商业模式是行得通的。其实我觉得可以放到国内很多就是一些非遗文化的，所谓他们要传承上面，就是可以走这个思路。因为我相信一定会有这样的人存在，他就是真正的某种文化的爱好者，他有这种使命感。无论如何，我要把这门手艺或者这种文化传承下去。但这种人一定是少数的。这种人来自自我的激励、内心的激励，这种极少。但是更多人愿意去传递这种文化，是受到什么激励？受到利益的激励。对，就我做这个事儿，我就能够，哪怕是我更加知名。你像李子柒的现象，对吧？那我且能赚钱。那我既做了我喜欢做的事，就喜欢，然后我又正反馈。对，那这个事情就是不断的扩张，对吧？他现在开始做传统文化，以前只是做饭饮食嘛，现在开始做木漆啊，做弹琴啊，就是那你说他本身身上带的就是这些东西嘛，那这个东西一定会传播出去的。我还有一点观点，就是我觉得就是文化是种人类现象，就是你不能脱开现代生活讲文化，我们不能说。或者我住在2024年的中国，我要回到一种田园牧歌的生活，这是不可能的。它作为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一个非常璀璨的时代，它一定是非常迷人的。但是你不能说我作为一个复古主义者，我就要过那个，就是我要像李子柒一样，或者是过唐朝生活，对，我要穿上我的那个马面裙，然后或者过中世纪的生活，对，或者我要做一个纯粹的中世纪僧侣。文化是一种人类现象，它强烈的依附于你的生活。我们的技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人类的生活改变了，或者你现在人们活在外太空，我们有不一样的文化对啊，那就是宇宙文化嘛。我们今天听不到罗马的音乐了，对，不知道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音乐。对，他肯定是有音乐的。对，他肯定是就是说，有很大的一部分，他最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点消散掉，但是他又有一些东西，到今天为止你都能找到那个影子，就像你说那个基因一样，它里面一样的有很多性状啊，有很多片段啊。我现在我感觉这个东西迷人的地方在于，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你不是说全盘继承这个东西，但是你在不断的这个演进当中，它该有的、该留下来的。你刚才举了个马面裙的例子，对吧？不是说我们应该回到，比如说什么田园牧歌或者穿成什么具体的样子，但是你有一天会看见，哇塞，巴黎的一个 T 台上面，这人上面穿着那，然后下面穿个马面裙，但是你还觉得特别好看。它本质上留下来的那些东西，不是我们后人挑出来，我要留这个，不是的啊，它本质上还是市场选择，就是消费，就是接受那个文化的选择。也就是说，这里面你最后会看到说，最根结底就还是我们说那话，就是把人当人看。对，就是德国人也好，中国人，他是一个人，他有本质的需求，他最根本的需求有的时候是通的，所以那些元素被留了下来，就那些元素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他都被接受了，他都被喜欢了，且都能够从事的人，大家都获益了，对吧？这个过程他就留下来了。就好像你现在去弄个样板戏，他妈谁看？但那个时代它确实有，那现在就没有了。我刚刚想到一个我们小的时候例子，就像刚才讲咱们汉服这些东西啊，其实我们小时候估计也有，就类似于古装一样的。但是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啊，如果我周边小女孩或者什么东西，大家都其实比较抵触的。那个时候就是你穿，就你肯定是愿意穿的正常一样看上去，对吧？现在小孩像我们家孩子，他们穿上以后，他们感觉贼来劲。我自己在脑海里面比较的这两个东西的差别，其实，除了一个大环境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两个东西本身啊，我们小的时候的那个时候，所谓我们做的古装和今天我们看见做的这个所谓的汉服，有可能不能用还原度，只是说就对于人自己的直接感知来说，他现在的这个东西做的比以前吸引人，那孩子看上去觉得哇塞，我穿上以后就很酷，而我们那时候穿的觉得感觉有点尴尬。现在我们做的很多就是说跟中国元素有关的，不管是游戏还是对吧一些什么产品，比如说这个文创啊，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因为那个现在的人有可能是你说包括商业原因，
也有可能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素养到了一定程度啊，我们能更好的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把这些个就是我们以前的这些个文化和商业需要的东西给它结合起来，结合到让你觉得人一看就很抓人，对吧？就像你炒盘菜一样的，哎，你那个搭配的特别好，最后就卖爆。对，还有比如说那个漫展上面的那个，漫展上基本上90%、80%的玩家都会自己穿一身喜欢的那个，对 cosplay 角色过来 cos， 然后他们穿上这个衣服，就整个有一种我已经是带入到这个角色里，这是他们的一种精神寄托一样。对，你比如平时是另外一副面孔。但是穿上衣服，他就要表现的像那个游戏的角色一样，是，然后那个范儿就起来了。对，是这样。我其实不太理解，他穿上这个 cos 服之后，他的最爽的点是在哪里？精神寄托。比如我成那个奥特曼，然后我走在哪儿，我都要跟别人这样比，然后别人同样是你给我比个什么姿势，我跟你比个姿势，我们是已经产生了交流。我觉得是2种，一种是自己给自己的代入感，就是因为他穿那个人的衣服，他一定是特别喜欢那个角色。对啊，就是我要成为他嘛。就是我要穿钢铁侠，因为我很喜欢，我希望我是个钢铁侠。我穿上了，似乎我就是了。我喜欢这个人物，我就要像他一样，这是一种代入感，这个给你一种很强的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感。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会愿意穿 cos 去漫展，是因为你有一种身份认同，就是身份认同，对，就是我们是一样的。对吧？我扮演成钢铁侠，然后看见美国队长走过来，我们必须那个，对吧 ？I can do this all the time， 就必须这么一下，就是因为我跟你是一样的人，就是人还是彼此社会当中需要社交一种身份的认同。而且穿上衣服之后，他们没有隔阂了。我们2个本来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从来没有任何交集的人，然后我们2个完全陌生人有一条线，我们可以开始交流。对，就是社交的。其实有可能你这么讲，不是跟球迷啊什么都是一样的，对吧？对，我支持拜仁，我支持8条为利物浦，马上立刻就识别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聊天，我在街上弄。